我曾是将军府最令人头疼的嫡女，我不爱红妆，不喜女红，唯独痴迷于父亲兵器架上一杆落满灰尘的红缨枪。父亲说我是块顽石，母亲嫌我没有世家女的温婉。直到及笄那日，一名云游道士指着跪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洗脚婢，断言道：凤行蒙尘，真龙错位，将军，你养错了女儿。于是他们夺走了我的姓氏、我的身份、我的枪，想把我困在这4方宅院里。可他们不知道枪折了，还有枪尖。我的及笄礼办得比谁都隆重。父亲是镇国大将军，母亲是相府嫡女，兄长沈修远更是京城闻名的玄学奇才，而我沈淑桦是这将军府唯一的嫡小姐，自该享尽荣宠。礼官高唱着赞词，母亲亲手为我挽发插簪。我低着头看着裙摆上绣着的金丝鸾鸟，心里却想着后院马厩里那匹新来的大宛马。一切都很好，直到那个白胡子道长闯了进来，他手持拂尘，仙风道骨，却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不对，不对，凤行错位，朱砂蒙尘。父亲沈巍眉头一皱，斥道：哪里来的风道人，轰出去！道长却不理会，几步上前，指着我耳垂后那颗小小的红痣。此痣色泽浮艳，乃后天之物，非天生凤阁之相。满堂宾客哗然，母亲脸色煞白，一把将我护在身后。胡说八道！我女儿的朱砂痣是生下来就有的。道长摇头，目光扫过人群，最后落在了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洗脚婢身上。那丫鬟金钗布裙，瘦瘦小小，低着头，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影子里。真正的凤行在哪里？道长拂尘一指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了过去。家丁们粗鲁地将那丫鬟拖到堂中，她吓得浑身发抖。道长上前撩开她耳边的碎发，同样的位置，一颗殷红似血的朱砂痣，小巧而鲜活。我愣住了，我看见父亲的脸色从铁青变为震怒，他死死盯着那个丫鬟，又看看我，眼神像刀子。兄长沈修远一步上前，将我挡在身后，对父亲说：父亲，此妖道妖言惑众，不可轻信。可父亲没有理他，他走到那丫鬟面前，蹲下身，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颤抖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阿英。红缨枪的缨。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只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冷了下来。宾客们窃窃私语，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怜悯和鄙夷。及笄礼不欢而散。当晚，我被从我住了15年的绣楼里赶了出来。母亲抱着我哭，说：花儿，你别怕，无论如何你都是娘的女儿。兄长则冷冷地看着我，以后离阿英远一点，不许你再欺负她。我茫然地问：我没有欺负她。他眼里的厌恶更深了。我被带到府中最偏僻的西跨院，一间又冷又旧的屋子，而那个叫阿英的女孩住进了我的房间，穿上了我的衣服。我成了沈英，她成了沈淑桦。她想做金丝雀，我却想当翱翔的鹰。他们以为烧了我的兵书就能折断我的翅膀，可笑，真正的战场从来都不在纸上。父亲给我和沈淑桦请了同一个西席先生，在家属里读书。沈淑桦也就是从前的我，如今的他学什么都快，诗词歌赋信手拈来，抚琴作画人人称赞，而我连毛笔都握不稳。先生让我背女诫，我一句也记不住，脑子里全是练武场上的呼喝声。先生气得吹胡子瞪眼，罚我抄书100遍。我握着笔在纸上画出一个个墨点，像一群蚂蚁。沈淑桦走过来，柔声对我说：妹妹，我来教你吧。他握住我的手，一笔一画地教。他的手很软，带着淡淡的兰花香气。我有些高兴，觉得这个姐姐似乎没有那么坏。可我还是学不会。我更喜欢偷偷看一本书，那是我从前在库房里翻出来的一本破旧的兵法书。书里讲排兵布阵，讲沙场杀敌，比女诫有意思多了。一日午后，我正看得入神，沈淑桦端着一碗莲子羹走了进来。妹妹又在看这些书。她蹙着眉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担忧。父亲不喜欢女儿家舞刀弄枪的，若是被他瞧见，定会罚你的。我赶紧把书藏到身后，我不让他知道。他欲言又止，伸手过来：我帮你收起来吧，我房里有个暗格，最是稳妥。我相信了他，我把那本视若珍宝的兵法书交给了他。他接过书，转身时不小心绊了一下，整个人朝一旁的火盆倒去。他惊呼一声，手里的书脱手而出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掉进了烧得正旺的炭火里。火苗轰的一下窜了起来，瞬间吞没了书页。我呆住了。妹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沈淑桦急得快哭了，伸手想去捞，却被火舌烫得缩了回来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。兄长沈修远闻声而来，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将哭泣的沈淑桦护在怀里，对我怒目而视。沈嫣，你又在做什么？他吼道。淑桦好心帮你，
你却这般陷害他。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我看着那本书在火里卷曲变黑，最后化为灰烬。我只是觉得心里有个地方也跟着烧成了灰。父亲闻讯赶来，看到哭得梨花带雨的沈淑桦和我这个罪魁祸首，二话不说，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逆女不学无术，还心肠歹毒。我被打得摔在地上，脸颊火辣辣的疼。我没有哭，只是愣愣地看着那盆火。原来乖乖的也没有用，他们只会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。那天晚上我发了高烧，迷迷糊糊中，我好像看到一个黑影闪进我的房间，在我枕边放了什么东西。府里的马场是我从前最爱去的地方，父亲曾手把手教我骑射，夸我是天生的将才。可现在那里成了沈淑桦的乐园，父亲送了他一匹通体雪白的良驹，亲自教他骑术。兄长沈修远也常伴左右，为他牵马地边。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而我被禁止踏入马场半步。父亲说我野性难驯，怕我惊扰了沈淑桦，我只能在院墙外透过缝隙偷偷地看。那天父亲和兄长有事外出，只有沈淑桦一人在马场练习。他骑术不精，在马背上摇摇晃晃，像一片随时会落下的叶子。我看得心痒，趁下人不备溜了进去。我没敢靠近他的白马，只选了角落里一匹最温顺的老马。我没用马鞍，直接翻身而上，双腿一夹，老马便稳稳地跑了起来。风从耳边吹过，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几乎要落泪。沈淑桦看见了我，骑着马慢慢靠过来，脸上带着天真的笑。妹妹，你的骑术真好，能教教我吗？我有些受宠若惊，点了点头。他下了马，走到我身边，仰头看着我。妹妹，你的马镫是不是太长了？这样不安全，我帮你调一下吧。说着，他便伸手在马腹下摸索起来。我心里暖暖的，觉得他或许没有那么讨厌我。可就在他收回手，对我笑了笑说的那一刻，我身下的老马突然像疯了一样，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，猛地人力而起。我猝不及防，险些被甩下去。我死死抓住缰绳，用尽了在兵法书上看到的技巧，努力安抚着金马，马儿却愈发狂躁，在场中横冲直撞。我看见沈淑桦花容失色地尖叫着，连滚带爬地躲到一边。最终，我还是力竭，从马背上重重摔了下来。天旋地转间，一双有力的臂膀接住了我。我睁开眼，看到一张冷峻而陌生的脸，是府里的一个年轻侍卫，平日里总像个影子一样跟在父亲身后。他扶我站稳，一言不发，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这时，管家带着人冲了进来，扶起惊魂未定的沈淑桦。沈淑桦扑进管家怀里，哭着说：“都怪我不该让妹妹骑马的，她太鲁莽了，差点就……”我摔得浑身都疼，却不及心里的万分之一。我看向那匹仍在喘着粗气的老马，它的腹部一根银针在阳光下闪着寒光。父亲和兄长回来后，听了沈淑桦的哭诉，雷霆震怒：“你还敢狡辩？”父亲指着我的鼻子：“若不是你争强好胜，怎会出此意外？淑桦若有半点损伤，我打断你的腿。”兄长看着我的眼神更是冰冷如刀。你这种人就不配活在世上。我被罚在祠堂跪一夜，不给吃喝。深夜，祠堂的门被悄悄推开一条缝，萧长庚闪身进来，将一个油纸包和一小壶水放在我面前。马腹的针是他扎的，马鞍的皮带也被他割开了一半。他声音低沉，不带任何感情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他递给我一张字条，上面只有3个字：活下去。我默默地打开油纸包，里面是2个还温热的馒头。我咬了一口，又干又硬，却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东西。祠堂里阴冷潮湿，一排排黑色的牌位在烛光下显得格外森然。我跪在冰冷的青石板上，膝盖早已麻木。父亲的怒吼和兄长的冷眼像鞭子一样抽在我心上。我一遍遍地想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难道生来喜欢舞枪弄棒就是一种罪吗？夜深了，兄长沈修远走了进来，他没有看我，径直走到供桌前，点了3炷香，恭恭敬敬地拜了拜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沈家不幸出了此等孽障。他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地传进我耳朵里。求祖宗保佑淑桦平安顺遂，莫要被这灾星所扰。我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。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个灾星。兄长祭拜完转身就走，自始至终没有给我一个眼神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。不知跪了多久，我头昏眼花，身子一歪，倒在了地上，手肘撞到了供桌的桌腿，发出一声闷响。我挣扎着想爬起来，却无意中发现供桌下的一块地砖似乎有些松动。我心里一动，用尽力气将那块地砖撬开，下面是一个小小的暗格，暗格里没有金银珠宝，只有一个小小的、没有任何雕饰的木质牌位。牌位上没有姓氏，
只刻着2个字：阿软。旁边还有一封泛黄的信，我颤抖着手展开信纸，那是一个女人写给父亲的信。信里，她没有抱怨自己被乡野村夫的妻子恶意换走了孩子，只是一遍遍的恳求：夫君，我们的女儿，我给她取名阿英，她随我，天生筋骨清奇，是块练武的好材料。我知你不喜女子舞刀弄枪，怕辱没沈家门楣，可那是她的天性，求你将来找到她，不要强行磨去她的棱角。我知我出身低微，配不上将军府，若我此去，能换女儿一个锦绣前程，阿软心甘情愿，只求你看在我为你挡下那一剑的份上，让她活得像她自己。信的最后是一滴干涸的血迹，我拿着信，眼泪终于决堤。原来我的母亲是为了保护父亲而死，原来她知道我的一切，她希望我能活成自己。可父亲呢？他把我找回来，却把我当成一个耻辱。他把我母亲的牌位藏在这阴暗的角落，让她不见天日。他要的从来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沈英，而是一个符合他想象的完美的名为沈淑桦的替代品。我抱着那块冰冷的牌位，像是抱着我从未谋面的母亲。我笑了，笑着笑着，眼泪流得更凶。我终于明白，在这个家里，我永远不可能得到认可和喜爱，因为我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。天快亮的时候，门开了，肖长庚走了进来，看到我怀里的牌位和信，眼神微微一动。他没有多问，只是将一件披风盖在我身上。天冷，别冻坏了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哑声问：为什么帮我？他沉默了片刻，说：夫人生前对我有救命之恩。我懂了，他是母亲的人。我将牌位和信小心翼翼地收好，重新放回暗格。当我站起来的时候，膝盖的疼痛已经不算什么了。我看着祠堂外微亮的天光，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：沈英，从今天起，你只为自己活。开春的家宴是将军府的头等大事，母亲，也就是我的养母，特意为沈淑桦置办了一身流光溢彩的羽纱裙，又请了京城最有名的师傅为她梳妆，当真是明艳动人。而我依旧是一身半旧的粗布衣裳，被安排在最末席的角落里。宴席上，父亲频频举杯，意气风发。他当众宣布，已为沈淑桦和吏部尚书家的公子定下婚约，引来一片道贺之声。沈淑桦娇羞地低下头，引得兄长沈修远频频侧目。没有人看我一眼，仿佛我只是个透明的摆设。我低头默默地吃着自己面前的几样素菜。这时，沈淑桦端着一碟精致的糕点，袅袅婷婷地向我走来。妹妹，我知道你不爱吃那些油腻的。她笑得温婉可人。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杏仁酪，你尝尝。她将那碟白玉似的糕点推到我面前，我看着她，她眼里的关切真诚的毫无破绽。但我知道，她知道我对杏仁过敏，小时候误食过一次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这件事，府里只有少数几个老人知道，而她显然是从母亲那里打听到了。我抬起头，对她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容：谢谢姐姐。妹妹，快尝尝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她催促道。我拿起一块，正要放进嘴里，手却不小心，整碟糕点都掉在了地上。我惊呼一声，满脸懊恼，都怪我笨手笨脚的，浪费了姐姐一番心意。沈淑桦的脸色僵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。没关系，妹妹没烫着就好，我再去给你拿一碟。不必了，我拉住她，姐姐亲手做的，定是极好的，不如就请姐姐再尝一块，也让大家看看姐姐的好手艺。我一边说，一边从她带来的食盒里取出了另一碟一模一样的杏仁酪。这是肖长庚早就帮我调换好的。沈淑桦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我已经吃过了。她勉强笑道。我故作天真的歪着头，可是好东西要和大家分享呀。父亲，您说是不是？我看向主位上的父亲，父亲正与宾客谈笑，闻言不耐烦地挥挥手。淑桦，既然是妹妹的心意，你就吃一块吧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沈淑桦骑虎难下，她颤抖着手拿起一块糕点，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小口地咬了下去。几乎是瞬间，她的脸就长成了猪肝色，双手死死掐住自己的脖子，发出痛苦的呵呵声。全场大乱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呼啸，一支淬毒的弩箭破窗而入，直奔父亲面门。父亲小心！我离得最近，来不及多想，抄起墙边挂着作为装饰的红缨枪，想也不想地迎了上去。枪尖与箭矢碰撞，发出一声脆响，火星四溅。我手腕一抖，长枪回旋，将后续射来的几支箭尽数扫落。几个黑衣刺客破门而入，刀光凛冽。
宾客们吓得四散奔逃。兄长沈修远抱着沈淑桦，急着找大夫，竟忘了父亲的安危。父亲虽是将军，但久疏战阵，又喝了酒，一时竟有些应接不暇。我一个箭步冲到他身前，手中长枪如龙，舞出一片密不透风的枪影。那些招式是刻在我骨子里的，是羊皮纸上的图谱，是我在无数个深夜里对着月亮比划的成果。我不知道自己杀了几个，只知道血溅到了我的脸上，热乎乎的。直到萧长庚带着府兵将刺客全部拿下，我才力竭地拄着枪，大口喘气。父亲安全了。他看着满地的尸体，又看看我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欣慰和骄傲，只有震惊和深深的忌惮。这些枪法是谁教你的？他声音冰冷，像在审问一个犯人。我挺直脊背，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娘在梦里教的。”自春宴之后，父亲对我的态度愈发疏远。他将我禁足在西跨院，派了2个婆子看守，不许我再碰任何与兵器有关的东西。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怪物，府里的气氛也变得诡异起来。兄长沈修远自从沈淑桦过敏又受了惊吓之后，便更加沉迷于他的炼丹修仙之术。他整日将自己关在院子里，捣鼓那些瓶瓶罐罐，烟熏火燎。他说他要炼出9转还魂丹，不仅能让沈淑桦固本培元，还能助他自己羽化登仙。沈淑桦则每日都去给他送汤送饭，红着眼圈劝他保重身体。兄长对他的话言听计从，看他的眼神充满了痴迷和信赖。我从萧长庚那里得知，兄长炼丹所用的一味主药名为赤血藤，是沈淑桦千辛万苦从城外道观里求来的。而萧长庚告诉我，赤血藤与丹炉里常用的朱砂相遇，在高温下会产生一种毒物，能令人心智错乱，产生幻觉。我问萧长庚要不要告诉他，萧长庚反问我：“你觉得他会信你，还是信沈淑桦？”我沉默了。是啊，他怎么会信我这个灾星呢？我什么也没做，我只是每天隔着院墙，静静地听着兄长院子里的动静，听着他从最初的喃喃自语，到后来的狂喜大笑，再到最后的癫狂嘶吼。终于，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那间院子里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。我推开门，看见冲天的火光，下人们乱作一团，提着水桶救火。我逆着人流走进了那个如同地狱般的院子，丹炉炸裂，满地狼藉。兄长沈修远披头散发，衣衫褴褛，双目赤红地站在院中，他手里拿着一把烧焦的拂尘，指着吓得瘫软在地的沈淑桦，状若疯魔。妖孽，你这个妖孽！他嘶吼着，你潜伏在我身边，就是为了吸食我的精气，阻我得道。我要杀了你，为民除害。说着，他便朝沈淑桦扑了过去。兄长，是我啊，我是淑桦。沈淑桦哭得撕心裂肺，可兄长什么也听不进去。他死死掐住沈淑桦的脖子，脸上是狰狞的笑意。父亲赶到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。他目眦欲裂，一脚踹开已经疯癫的儿子，将沈淑桦救下。逆子，逆子！父亲抱着昏迷的沈淑桦，老泪纵横，而我就站在不远处，静静地看着。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，很冷，可我的心却一片平静。兄长沈修远废了，他的神智永远停留在了他羽化登仙的美梦里，时而哭，时而笑，见人就喊。沈淑桦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却也吓破了胆，终日啼哭，成了个离不开汤药的病美人。父亲一夜之间仿佛老了10岁，他看着疯疯癫癫的儿子和病病歪歪的养女，脸上满是痛苦和绝望。他路过我身边时，脚步顿了顿，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我没有给他机会。我对他扶了扶身，轻声说：“父亲节哀。”然后我转身回了我的西跨院，关上了门。在兄长被烧毁的房间里，萧长庚找到了一本他的日记，日记里他写满了对沈淑桦的爱慕，但也记录了一丝怀疑。淑桦太过完美，完美的不似凡人。我时常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件有用的器物。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，接二连三的打击让父亲的身体彻底垮了。他中了风，躺在床上口不能言，半身不遂。偌大的将军府，一时间人心惶惶。我的养母整日以泪洗面，但她一边哭一边却开始悄悄变卖府里的田产和古玩。沈淑桦则日日守在父亲床前，端茶喂药，悉心照料，将一个孝女的形象扮演得淋漓尽致。所有人都说，将军府以后就要靠这位知书达理的沈大小姐了。只有我知道，她喂给父亲的汤药里多了一味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，那是萧长庚从太医院的废弃药渣里为我寻来的。那药不会致命，只会让父亲的身体一日比一日虚弱，神智也渐渐模糊。这天，母亲请来了族中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，说是要当众宣布父亲的决定，将将军府的钟馗大权正式交给沈淑桦。他
他拿出了一份早已拟好的文书，上面有父亲歪歪扭扭的画押。沈淑桦跪在长老们面前，哭着说：“女儿才疏学浅，恐难当此大任，只求父亲能早日康复。女儿愿日日焚香，为父祈福。”他演得情真意切，长老们纷纷点头，赞他仁孝。就在他要去接那份文书的时候，我走了进去。我手里捧着的是我生母阿软那块无名的牌位，我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所有人都听见。母亲厉声呵斥：“沈英，这里没你的事，滚出去！”我没有理他，径直走到父亲的床前，将牌位放在他的枕边，然后我从怀里拿出那封血字遗信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：“夫君，我们的女儿，我给她取名阿英，求你将来找到她，不要强行磨去她的棱角，只求你看在我为你挡下那一剑的份上，让她活得像她自己。”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不带一丝波澜，可躺在床上的父亲浑浊的双眼却猛地睁大了。他看着那块牌位，又看看我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，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。他想说话却说不出来，他想动也动不了。他眼中第一次流露出清晰的巨大的悔恨和痛苦。你这个孽障，竟敢拿这些污糟东西来刺激你父亲！母亲气急败坏地冲过来，想抢走信和牌位，我侧身躲开。就在这时，父亲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猛地抬起他唯一能动的左手，一把扫掉了床头柜上的药碗和那份文书。瓷器碎裂的声音清脆刺耳，墨汁溅得到处都是，将那份文书染得污秽不堪。然后父亲用他那根颤抖的手指指向我，又指向书房的方向，那里放着代表将军府权力的帅印。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。沈淑桦的脸瞬间血色尽失，母亲瘫坐在地上，喃喃道：“疯了，都疯了！”长老们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我弯下腰，拾起那封信，轻轻吹掉上面的灰尘。我看着父亲，他眼中含着泪，那是一种祈求。我对他笑了笑，笑意却没有到达眼底。您现在才想起来，已经晚了。那天夜里，为父亲诊脉的太医悄悄告诉我，父亲的脉象油尽灯枯，恐怕就在这几日了。我走出房门，萧长庚像一尊雕像守在门外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只等你一声令下。父亲是在3天后的一个黄昏咽气的。他走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睁着，死死地盯着屋顶，仿佛在看什么遥远的东西。按照规矩，家中晚辈要为他在祠堂守灵3日。母亲和沈淑桦哭得肝肠寸断，仿佛天塌下来一般。我穿着一身素白的孝衣，安静地跪在蒲团上，看着跳动的烛火，一言不发。入夜风雨大作，祠堂里阴风阵阵，吹得牌位前的烛火摇曳不定。母亲和沈淑桦熬不住，在偏室睡下了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祠堂门口，看着外面瓢泼的大雨。萧长庚带着几个亲信无声地出现在我身后。动手吧，我轻声说。他点了点头。祠堂厚重的木门被从外面一根根钉死，门窗的缝隙被浸了油的棉布堵得严严实实。偏室里，母亲和沈淑桦被惊醒了。沈英，你要干什么？母亲疯狂地拍打着房门。你这个疯子，快放我们出去！沈淑桦则在里面凄厉地尖叫：“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杀人了！”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叫喊，我走到祠堂正中，将我生母阿软的牌位恭恭敬敬地摆在了沈家列祖列宗牌位的最上方。然后我拿起一旁的火折子，点燃了浸满火油的灵幡，火一下子就烧了起来。沈英，我诅咒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母亲的声音变得嘶哑而绝望。我隔着门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霸占了我母亲的位置，享受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，现在就下去陪她吧，告诉她，她的女儿为她报仇了。还有，这间祠堂供奉着你们引以为傲的沈家荣耀，你们那么爱她，就和她一起化为灰烬吧。”我不再听他们的哭喊和咒骂，转身走进了雨幕中。冲天的火光将整个夜空都映成了红色，那座象征着无上荣光和肮脏交易的将军府，在我身后成了一片火海。我没有回头。府外，萧长庚牵着2匹马在雨中等我，他递给我一套男子的劲装，还有一个包袱。我翻身上马，看着远方漆黑的夜，雨水冲刷着我脸上的泪痕，分不清是悲是喜。我拉起缰绳，轻声说：“去边关。”父亲不让我拿枪，我偏要拿；他不让我上战场，我偏要去。沈家的荣耀由我来继承，但不是以沈家女儿的身份，而是以我沈英自己的名义。马蹄踏破积水，溅起一片泥泞，身后是燃尽的过往，身前是未知的远方。我终于自由了。